晋王和晋王妃青梅竹马，间谍情深，京城皆知。可一次他酒后被人下药，混乱中宠幸了一个随手拉来的丫鬟。晋王妃勃然大怒，说那丫鬟蓄意勾引晋王，罪该万死，把他包了衣服，活活打死。两人误会解除后，冰释前嫌，重归于好。没人再记得那个丫鬟，没人知道他家里还有个妹妹在等他回家，只差1个月就能攒够他的赎身钱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晋王去猎场时马受了惊，摔下马伤了腿，被一农户所救。之后大雪封山，搜救的人马进不去，晋王也出不来。他就在那农户家住了3月有余，等春暖雪融时才得以回京。到了晋王府门前，所有人都早早地守在门口。晋王妃李怀玉顾不得规矩，泪眼朦胧地扑在晋王怀里，哀泣相思。四周的人都投来艳羡的目光。谁不知道晋王和晋王妃打小青梅竹马，间谍情深。这么多年，晋王只守着他一个人，侧妃都没有一个，两人恩爱早已传为一段佳话。李怀玉又哭又笑，晋川，我每天都梦到你，你知不知道我这些日子？他的话戛然而止。我掀开马车帘子，穿着一身青色的裙子，在众目睽睽中下了车，走到晋王身后站定，略带惊慌地看了他一眼。沈静川有些尴尬，我受伤后是陈姑娘救了我，此次接她来是为了报恩。李怀玉看向我的眼神闪过微不可察的凝滞，面色骤冷。见过王妃娘娘。我恭顺行礼。李怀玉涂着单扣的指尖微缩，这就是那个救了你，还贴身照顾了你3个月的农户女吗？任谁都能听出他话里的不愉和奚落，不像是对着夫君的救命恩人，倒像是对着什么看不上眼的仇人。围观的人群四下对望，交换心知肚明的眼神。京城人人皆知，晋王妃善妒非常，两人恩爱不假，可皇家一直是看不太上晋王妃的，只因她无所出，还不许晋王纳妾。沈静川微微蹙眉，无奈道：陈姑娘救了我的命，以后她就住在王府。玉儿，你来给她安排院子。李怀玉拗不过非要报恩的晋王，堂堂亲王被人搭救，不报恩也实在说不过去。他只能捏着鼻子让我住下来，给我安排的院子是最偏僻的一处，离沈静川的住处要走上许久。沈静川没说什么，默许了下来。屋里有些陈旧，没什么摆设，春寒料峭，连炭都没烧起来。丫鬟们看我也是爱搭不理，连表面的尊重都没有，只管自己玩闹。我知道这是李怀玉在敲打我。果然还没过多久他就来了，带着2个嬷嬷4个丫鬟，好大的派头。你救了静川是你的福气，他坐在主位居高临下道，只是时刻记着你的身份，不要妄想攀龙附凤，不然这福气也就变成了祸事。他勾起嘴角，笑意里似讥似讽。你说可是不是？我低眉顺目。王妃娘娘说的是。他轻蔑地扫了我一眼，起身离开。一旁的丫鬟看他走了，给我送了一盘点心来，安慰我道：王妃就是这个性子，王爷身边但凡有只银子是母的，他都不许的。你可千万别去触他眉头，不然没你好果子吃。这个叫以春的丫鬟拿了我的一只银手镯后，很快对我热络起来，连这些私密也肯提醒我了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歪头道：我看王妃很和善呢，还给了我这样大的屋子住。她摇了摇头，似乎是觉得我很蠢笨。这不过是王府最破落的院子罢了，你看那些个丫鬟，哪个愿意来这里？我跟你说，王妃可不是看着那么和善，之前就有个丫鬟想爬王爷的床，结果大冬天的被他包了衣服，在院子活活打死了呢。是吗？我垂下目光，那还真是可怜。李怀玉生辰这天，沈静川为他大摆宴席。他喜欢看戏，他就请来了京城里最好的戏班子，一出一出的给他唱。送的生辰礼是南海最好的珊瑚，足够3尺高，红得好似血玉一般，价值连城。李怀玉好不开心，坐在沈静川身边的时候，满脸都是笑意。沈静川在宽大的袖袍下握住他的手，眼含温柔，真是一对璧人。我也去送了一份生辰礼，是我亲手绣的一个鸳鸯摆件。见到我时，沈静川微微一怔，似乎才想起府里还有我这么个人。自从回了府，
他和李怀玉小别胜新婚，整日都恩爱在一起。他一次都没来见过我，似乎忘了那3个月里我们日夜相处，从疏离到亲近。我还记得临走那天晚上，月亮很白很大，他跟我一起坐在屋檐上，跟我说让我和他一起走。一见到李怀玉，他眼里就只有李怀玉了。李怀玉笑容微敛，看都没看那个摆件，直接让丫鬟收了起来。我避开沈静川的目光，默默退了下去。当天晚上，沈静川来看我时，以红正在帮我用药油揉腿。我是上山采药时遇见的沈静川，背着他在雪地里走了近3个时辰。从那以后，我的腿就落下了病，阴天下雨时就钻心的疼。以红还在数落我，为了王妃的生辰礼你连命都不要了，本来就腿不好，天天做那受着冷风吹绣摆件，以后腿还要不要了。沈静川就在这时走了进来，他的视线落在我掀开裙摆露出的腿上，被烫了似的陡然闪开。我慌乱放下衣服，和以红一起向他行礼。他看了一眼四周，皱眉道：屋里这么冷，为何不点炭？以红低头道：回王爷的话，库里不肯给炭，说是。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沈静川皱眉，说是什么？以红抬头看了他一眼，飞快低下头来，说是王妃说了，陈姑娘从前家里也生不起炭的，怕她用不惯，所以就不给了。岂有此理！沈静川眉眼闪过怒意，却又生生压了下去。马上去库里传本王的命令，让他们拿最好的银丝炭来。他环顾四周，脸色更黑，找人来把这里布置，连个摆件都没有，像什么样子？再找几个下人来伺候。以春听令出去了，这方寸之地就只剩下了我跟沈静川2个人。说来奇怪，曾经的农家小院比这屋子不知道小了多少，可我们朝夕相处，却也不觉得有什么，现在却觉得有些凝滞。我微微蹙眉，腿上动了动，想去揉一下，指尖却红肿不堪。那是我熬夜绣摆件绣的。沈静川脱口而出：我来帮你上药吧。话一说完，他似乎也觉得不妥，面色微红。我笑道：王爷千金之体，怎么敢有劳王爷？他扭头，之前也不是没上过。把沈静川救回来后，我手脚都严重冻伤，茫茫雪原上只有我们2个相依为命，互相上药也不是什么稀罕事。我红了脸，慢慢撩起裙子，露出白玉般的小腿。沈静川面色不改，耳尖却微微泛起了红，手心的温度逐渐滚烫。药油顺着他掌心的温度一点点渗进我的皮肤里，带着一丝灼热。屋里没有炭火，似乎也变得热起来了。这些日子我太忙，没顾得上来看你，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来找我。他低头道：太忙？我在他看不见的地方露出一个讥讽的笑容。忙着满心满眼都是李怀玉，忙着和他日夜厮混，当然是顾不得我了。口中却还是温柔道：王爷日理万机，王妃对我很好，这里比在家里好多了，我并没什么需要的。沈静川眉心一滞，不说话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李怀玉一把推开大门，在看到沈静川摸着我小腿时勃然大怒。他什么都没问，大不留心过来一巴掌扇在了我的脸上。贱人，你敢勾引静川！他手上的指甲划过我的脸，剧痛之下我眼前一黑，闷哼着倒在榻上。沈静川脸上被捉奸般的尴尬转化为怒火，猛地站起身来，一把拉开他。你疯了啊！我捂住渗血的嘴角，跪倒在地上，眼泪珠子一样砸在地上，哽咽道：王妃息怒，王爷只是在为我上药，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。上药？李怀玉怒意更盛，你是什么天仙下凡，还是公主千金，要他亲手给你上药？下人都死光了。下人没死光，可也得有人用才行。沈静川扶起我，冷冷道：若不是本王今日来，还不知道竟然这样搓磨本王的救命恩人，寒冬腊月竟连炭火都不给。李怀玉一滞，随即高声道：她只是一个农户女，之前又能烧得起什么炭，怎么现在到了王府就受不得冻了？被李怀玉抓到的恼羞成怒和在我面前失了面子的不悦糅合在一起，沈静川脸色铁青。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来人，把陈姑娘的东西收拾一下，
今日就住到琼院去。琼院是离沈静川最近的院子，里面还有一池温泉。沈静川让我住过去，简直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打李怀玉的脸。果然，李怀玉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随即厉声道：“你竟为了一个贱人跟我对着干，沈静川，你疯了？我看疯了的人是你。”沈静川冷冷看了他一眼，一把将我抱了起来，大步离开。李怀玉生辰这日，沈静川晚上一直在陪着我，只是他神色一直有些凝重，也无心跟我说话。我知道他是在后悔刚才和李怀玉的争吵。李怀玉是宰相孙女，从小娇生惯养，脾气颇盛。晋王更是天生的龙子凤孙，只有别人让着他，没有他给别人低头的。两个人火气上来了，口不择言，但气消了，感情又重新上了心头。这么多年捧在心尖上的人，怎么舍得这样让他生气呢？他叹了口气。这时，李怀玉身边的大丫鬟急急地进来，跪在地上道：“王爷，王妃刚才回房就开始哭，刚才已经哭晕过去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”沈静川登时站了起来，抬腿离开时才想起我，回身看了我一眼。我的脸还肿着，带着几条骇人的血痕，看着好不可怜。他一时犹豫，不好在我面前说要去看李怀玉。我面露担忧：“王爷快去吧，王妃气坏了身子可就不好了。”他似乎想解释些什么。我笑道：“我知道王妃平日里是很和善的，刚才也只是太在乎您了，我没事的。”他看着我的眼神有些复杂，许久后道：“若是什么？”他没说出来，跟着李怀玉的丫鬟离开了。半晌后，我斜倚在榻上，勾起一个玩味的笑容。若是什么呢？若是他也像你这般善解人意，该多好吗？这次争吵过后，太后很快召我进宫了。这么没名没分地在王府里也不是个事儿。他仔细端详着我的脸，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。你救了哀家的川儿，哀家就抬你为川儿的侧妃如何？虽然这家世上是差了些，但有救命之恩在，想必别人也嚼不出什么舌根子来。我红了脸，恭谨道：“谢太后娘娘恩典，只是什么？”我低下头，露出上次脸上血痕还未完全消退的疤痕。只怕王妃娘娘不许。她算哪门子的娘娘？太后脸上闪过一丝不屑，你且回去等着吧，这事儿哀家会为你做主。走出皇宫后，丫鬟兴奋地跟我攀谈：“姑娘，太后看样子很喜欢您呢，您马上就要成为府里的主子了。”这是沈静川拨给我的下人，自然是希望跟着我有个好前程的。我心里冷笑，喜欢吗？太后当真会喜欢我这么一个农户出身、平平无奇的女子吗？只怕报答救命之恩是假，给李怀玉一个下马威才是真。李怀玉仗着是宰相的孙女，出身高贵，这些年一直不许晋王纳妾，偏他自己又无所出，太后眼看着儿子这么大了还没留后，估计也是急了。果然，太后的意思一传回府里，李怀玉当场就炸了锅。本来上次他低头一次，已经和沈静川重归于好，这次又闹得更厉害了。沈静川，当初你娶我的时候怎么说的？你说会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我才嫁给你的。他闯进琼院，一把把我拽了起来，红着眼道：“贱人，都是你，你就是来勾引他想攀高枝的。想当侧妃，你做梦去吧！来人啊，给我把他的衣服扒了，打他100棍。”这些年，沈静川的退让已经彻底纵容了李怀玉，他做什么只管自己高兴，压根不会顾全别人。够了！沈静川大步走进来，一把把我护到身后。蓉儿前脚刚进宫，后脚你就要把他打死，你打的究竟是他还是太后的脸面？我低声哭泣，拽住了沈静川的衣角。他回身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无奈掺杂着怜爱。李怀玉沉声道：“你喊他什么？”“蓉儿。”沈静川在我家时，一开始也喊我陈姑娘，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了蓉儿。回府后，他又重新开始叫我陈姑娘，直到那次上药后，他就改回了蓉儿。这大概就代表了在沈静川心里和我的关系多番挣扎。沈静川额角跳了跳：“你不要无理取闹行不行？”“我无理取闹？”李怀玉面色铁青：“沈静川，你今日要是不把他交给我，索性我们就和离好了。
我今天非要打死这个贱人不可。李怀玉不是第一次用和离来威胁他了。事实上，两个人每次争吵，李怀玉几乎都会说和离。沈静川也确实怕他真的和离，所以每次都是让步。上一次说和离是什么时候呢？沈静川终于忍无可忍，暴喝道：和离便和离！上次你拿和离威胁我，非要打杀了那个丫鬟，现在你又要杀蓉儿。李怀玉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竟如此恶毒？李怀玉愣住了，许久后，他眼里泛起水汽，颤声道：好，沈静川，那就和离吧。晚膳后，我跟丫鬟说心里闷，想一个人到小花园里走走。不多时，一个穿着粗布衣的马夫就从角落里走了出来。你要的药。他把2个药包递给我，我捻起其中一个，抬眼扫了一下他并不算英俊，却十分周正的面容。你就不问问我这药是做什么用的？不问。他摇了摇头，眼里闪过一丝血色。他们都该死。他离开后，我站在原地，看着那药包叹了口气。如果姐姐没死的话，现在估计已经跟眼前这个他的心上人成婚了。陈理是个好人，姐姐会过得幸福。李怀玉打死姐姐的时候，给他安的罪名是蓄意勾引主子。可是姐姐那时候已经和陈理情投意合，陈理已经让家里人送了聘礼到我家，还有再1个月，我们就能攒够钱赎他出来了。他怎么可能会去勾引沈静川？后来我才知道，那药分明是太后给沈静川下的，为了逼他纳妾。当时李怀玉出门去了，沈静川无法疏解，忍无可忍，就随手拉了一个丫鬟来。而事后他们无法怪罪太后，又将一切都归责于我姐姐。我姐姐就那么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包了衣服，堵上嘴，活活打死，死不瞑目。她死后，我和陈理开始计划复仇。沈静川的马被陈理下了药，所以才会受惊，才有我正大光明进了晋王府的理由。晚上我正收拾行李，沈静川急急地走进来，他刚刚还在借酒浇愁，脸上还带着微醺的红晕。我听下边人说你要离开，我点点头，苦笑道：自我来了后，王爷和王妃为我争吵过许多次，我实在不敢再叨扰。住在这里委实不适合我，每日里胆战心惊，我还是回我的雪原吧。沈静川眼里闪过一丝内疚，他是为了报恩才把我带来，现在我在府里却受尽了李怀玉的搓磨。这个香囊我做完许久了，一直没敢送出去。我看了一眼窗边半蔫的梅花，把手里的香包递给沈静川。如今我要走了，就留给王爷做念想吧。屋里的香气丝丝缕缕，隐隐约约，窗外的月亮朦胧半掩，下人们已经全被我遣出去了。银丝炭的噼啪声带起热气，沈静川握住我的手逐渐变得滚烫。他张了张嘴，神情有些茫然。我直直地看着他。王爷。他在原地顿了片刻，眼底闪过一丝挣扎，却又被那香气压了下去。随后他逼近上前，吐息灼热：蓉儿，别走，留下来。再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沈静川折腾了半夜，夜里让人送了好几次水，我浑身酸疼。撩起帘子，我扫了一眼，果然窗边的梅花已经换成了新的，还带着融化的雪水。沈静川睁眼后，震惊地看向我。你……几秒钟后，昨晚的回忆终于回到了他脑海里。他涨红着脸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搁。我红着眼，捂住脸抽泣着：王爷，你怎么能……王妃知道会杀了我的，我如今已不是清白之躯，以后还如何嫁人？只能绞了头发去当姑子了。他着急的一把搂住我：太后既然说了把你只给我当侧妃，以后你就留在府里，我一定会给你个名分。我哽咽道：王妃不会许的，她一定会活活打死我，王爷还是放我走吧。沈静川轻轻摸着我的头发安抚我，语气坚定：我会解决此事，你好好休息，不要担心。从今以后我给你调拨人手，你的院子除了我，其他人一律不得入内。别怕。午膳后，我捧着一盏茶歪在榻上。以春走到我身边小声道：王爷果然叫了太医来检查那个香包。哦，太医怎么说？左不过是些提神醒脑的东西，
对人体都无碍的。我笑了。沈静川不是傻子，他肯定会怀疑昨晚上为什么会情不自禁，但是我当然不会蠢到把药下在香囊里。我下在了梅花蕊中，如今已经死无对证，他查也什么都查不出了。只不过那香囊还有一个用处，单独的香料确实提神醒脑，只不过和李怀玉常用的暖香碰上，两种香料混合在一起，就会让人躁郁易怒。李怀玉不是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我就让他看看，他想要的这个人是如何一点一点彻底厌弃他的。因为昨晚和我的一夜荒唐，沈静川大概心里有愧，早早的就去看了李怀玉，想跟他服个软。他的意思是想把我厉侧妃的事情拖一拖，再和李怀玉商量。没想到两个人说着说着又吵起来，两人不欢而散。就在这时，宰相亲自上门了。李相是三朝老臣，手握重权，家里人丁稀少。李怀玉是家里3代唯一的女孩，从小就备受娇宠。她回家哭了一趟后，李相还真的为她上门来了，大意就是知道她骄纵，但是本性不坏，希望晋王再考虑一下两家的关系，也再考虑一下厉侧妃的事情。说是上门请求，其实就是威胁。当今皇帝昏庸懦弱，许多皇子都蠢蠢欲动，意图取而代之。晋王阵营里，李相是最有力的后盾。果然，李相出府后，沈静川的脸色很难看，却也不再提立我为侧妃的事了。李怀玉为此还到我院前炫耀过，找了一群丫鬟，大声在院门口奚落我。山鸡就是山鸡，难不成还真想当凤凰不成？就是也不看看自己是东西，给王妃娘娘提鞋都不配。有些人啊，就是一辈子的贱命。以春气得要命，挽起袖子就要出去跟他们理论。我笑着阻止了他。近日里身子不大舒服，总觉得吃不下东西，你帮我去请一位大夫来。得知我怀孕的消息后，太后大喜，命人送了许多东西给我。沈静川也急匆匆地来看我，他靠着我坐在榻上，放在我肚子上的手指微动，神色认真又专注。他如今已经29了，马上就到而立之年，身边的兄弟们多的家里已经有10来个孩子了，只有他还没有。还没等我说什么，这次沈静川终于下定了决心。他握住我的手，厉侧妃的事就定在这个月底吧。这次无论李怀玉吵得有多凶，又找了李相来威胁沈静川，他都没有松口。沈静川开始越来越少的去李怀玉那里，因为每次去等待他的都是无尽的争吵。因为时间短，亲事准备的有些匆忙，好在太后从司库拨了不少东西。到了月底，王府还是挂满了红灯笼，张灯结彩，好不热闹。沈静川进来的时候已经有些酒醉，他满眼笑意，摸着我的脸道：“蓉儿。”我默默含情地注视着他，正要扶他坐下，一个丫鬟却大声在外面呼喊起来：“王爷，王爷，王妃晕过去了，王爷您快去看看王妃吧。”我心里嗤笑一声，李怀玉还真是只会这一套，只可惜沈静川这时候恐怕不会再吃他这一套了。果然，他眉心微蹙，有些烦躁，嚷嚷什么，出去告诉他，本王又不会治病，有病就去找太医。这一晚，我能想象到李怀玉是怎样度过的。他错就错在太相信男人的承诺了。沈静川是爱他不假，可沈静川也是个人，也会下意识地选择让自己更舒服。他或许爱过李怀玉的骄纵鲜明，可在好吃的菜天天吃也腻了。他爱他与众不同、自由不羁的灵活，又希望他收起特立独行，和其他人一样温顺。多么矛盾！在他无数次和他喋喋不休时，他一定会想起我的善解人意。我和可以任由李怀玉打杀的丫鬟不一样，我对沈静川有救命之恩，还有两人在雪原上相依为命的3个月。沈静川不会让他杀了我，而最重要的就是子嗣。李怀玉不清楚子嗣对于一个男人，对于一个身份高贵、需要继承人的男人意味着什么。也许在沈静川心里，我带来的新鲜感还比不过和李怀玉多年的感情。可如果再加上一个他盼望已久的孩子呢？和他相爱10年的夫君违背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，睡在了别的女人屋里，他追求的一切都成了笑话。他或许夜不能寐，嚎啕痛哭，撕心裂肺，或者心如死灰。可是我姐姐的痛，
他还没有品尝到万一。正元3年，湖南王起义，沈静川被派去镇压起义，在我刚刚显怀的时候就走了。他这一走，王府里就成了李怀玉的天下。他的手段乏善可陈，还是老一套。先是下人们都被找借口撤走了，再是院子里的东西找各种理由卡着，若不是太后赏了不少金银，我连买炭的钱都没有。以春气得很，却又没办法。我只说让他忍着，等沈静川回来就好。忍了2个月后，眼看着我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宫中的赏赐如流水一般，李怀玉终于坐不住了。让他彻底癫狂的是沈静川给家里寄了一封家书。他着急忙慌地抢过那封信，却在打开后呆愣在原地，整整1页纸没有一个字提起了他，全都是在问我好不好，有没有受了什么委屈，孩子怎么样了。其实我大概也能理解，沈静川并不是不记挂着李怀玉，他到底是个天皇贵胄，被李怀玉3番2次找人威胁，心里还有气，所以故意不问他。但李怀玉不知道，他是真的觉得沈静川要被我抢走了。他把那封信撕得粉碎，带着人来了我的院子。沈静川留下的护卫不许他进，他就用宰相府给的护卫强闯了进来，把我带了出去，非要把我打死。我被人压着跪在地上，脸上被他扇得红肿不堪，流着泪问他，王妃娘娘要打要骂妾身绝无二话，只是妾身犯了什么罪，王妃竟要活活打死妾身。李怀玉一双眼里全是怨毒，恨不得把我钉死在原地。掐着椅子的手指指尖保养精致的指甲用力到断开。你勾引静川就该死，本来我们好好的，静川眼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为什么你这个贱人非要勾引他？许久后，他缓了一口气，嘴角勾起一个阴毒的笑容。你知不知道上一个勾引他的女人下场如何？我顿了一下，捂住肚子道，我还怀着王爷的孩子，王妃娘娘若是把我打死，待王爷回来后又该如何交代？你还敢威胁我？李怀玉眯起眼睛，你不过就是个农户女，怀了孩子也是上不得台面的贱种，王爷回来又能奈我何？他一挥手，冷冷道，给我打。我低着头，心下第一次有了些惶恐。李怀玉挑的这个时机真的很好，沈静川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他骤然发难，等太后知道后也晚了。她是宰相孙女，我只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草民。即便他真杀了我，沈静川回来大动肝火，也不过是和他生气几天，顶多让他禁足3月。他不可能为了我处置了李怀玉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下一横，在被人拉到行刑木椅上时，放开了护住腹部的手。余光扫过一旁的陈理，他神色担忧，紧紧握拳，似乎想要上前。我隐晦地冲他摇了摇头。那天他给了我2份药，一份让我爬上了沈静川的床，另一份让我有了沈静川的孩子。只是这虎狼之药药性太烈，孩子很难平安降生，且以后都再难有孕了。陈理当时目光复杂，劝我三思。可我有什么好三思的呢？除了我这具不值钱的身体，我什么都没了。我要为姐姐报仇，我要沈静川和李怀玉都尝尝姐姐受过的苦楚。李怀玉对我下了死手，只打了5棍后，我就疼得浑身大汗淋漓，腹中剧痛让我几乎昏厥过去。就在我眼前慢慢黑下来的时候，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大喝，你们在干什么？随后沈静川大步走过来，他看着我的惨状，又惊又怒，当场一脚把行刑的小厮踹开，把我抱了起来。我闭上眼，染了血的指甲紧紧抓住沈静川的衣服。还好，我赌赢了。我知道李怀玉在沈静川走后肯定会借机对我发难，于是让人拦了沈静川的信，换了那上面的日期。李怀玉以为沈静川的信刚到，他一定还要许久才能回来。他不知道那是沈静川1个多月前写的信了，只是没想到他回来的时机会这样巧，但凡晚上半个时辰，我估计就要被活活打死了。我眼里有些酸热，是姐姐在天之灵在庇护着我吗？王爷。李怀玉在看到沈静川的一刹那，面色瞬间惨白如纸，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。这次沈静川没和他吵，他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眼里最后一丝温度也消失了。随后抱起我大步离开。孩子没了。那样5棍下来，
便是大罗神仙来了也保不住。太医摇头的时候，我看到沈静川眼睛红了，那是一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，他盼了那么久的孩子，就这么被李怀玉杀死了。我哭得几度晕厥过去，沈静川抱着我竟也掉了泪。蓉儿，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就这么白白死了吗？我撕心裂肺地拽着沈静川的衣服。王爷，那也是你的孩子啊，那本该是你的长子啊。沈静川沉默了许久，闭上了眼睛。经此一次，沈静川和李怀玉可以算是彻底决裂了，连带着和李家的关系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亲密无间。以前都是小打小闹，总有回旋余地，可这次李怀玉生生打死了沈静川的长子，就连宰相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。太后勃然大怒，让李怀玉禁足3月，抄写女诫100遍。沈静川再也没去看过一眼李怀玉，任由他怎么哭闹装病都无动于衷。夜里他每天都宿在我这里，好几次我听人说李怀玉整夜的睡不着，一个人在屋子里又哭又闹，状似疯狂，甚至还说了好些咒骂沈静川的话。这对少年情深的夫妻终于相看两厌，许是出于愧疚，又或许是需要有人慰藉，沈静川陪在我身边的时间越来越长。我们都默契的不再提孩子的事儿，他看书时我就在一边沏茶研墨，他头疼时我就为他按摩捶背。他开始越来越信任我，甚至有时候在书房时也会让我进去陪着他，只有来人时才会让我退下。隆冬时节，进出王府的人多了起来，且都在半夜时分。这些人遮着面容，时常和沈静川在书房一谈就是一夜。只是以往来的最多的李相逐渐露面少了起来。李怀玉这件事到底让两家产生了隔阂。沈静川开始越来越累，有时候眼里布满红血丝，眼神却兴奋地亮着光。有时他会情不自禁地抱住我，蓉儿，待我成事之后。他反应过来，不再说了。我也知趣的不再打听，只是抱着他。沈静川造反是在立春那天，他早早撤了城防，带着5000兵马杀进了皇宫。看着外面连绵的火把光亮和冲杀叫骂声，我闭上眼睛。沈静川不是甘于人下的人，当年皇帝的遗诏颇有内情，明明临死前说要立沈静川为太子，却在死后发现遗诏里传位给了当今圣上，也就是沈静川的哥哥。沈静川这么多年一直都不甘心，从我刚入府没多久，就发现家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朝中重臣。城里是养马的，沈静川在郊外养着的马生了病，调他过去治过马。于是他发现了沈静川养在郊外的几千兵丁，又告诉了我。他准备的十分隐秘齐全，只待今日。城防守军是他的人，他又手握几千精兵，联合了许多朝中重臣，就连李相都是他的人。而皇帝昏庸不堪，如今看来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天将蒙蒙亮时，外面的厮杀声终于停了。府中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人心惶惶。只有李怀玉面色冷静，眼角有些许激动和得瑟，显然是知道了沈静川造反的事。沈静川当了皇帝，他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了。许久后，整齐的马蹄声响起，王府大门被人用力撞开。穿着盔甲的将士高坐马上，举着鞭子，居高临下道：叛贼沈静川的亲属都在此处，将他们绑了，带回刑部大牢。我是在天牢里见到的沈静川，他满脸不甘和疲惫，浑身有些狼狈，只是还没受刑，看着人还是完好的。一见李怀玉，他就如同发狂的野兽般狠狠扼住他的脖子，满眼恨意几乎要喷涌出来。贱妇，是你出卖了我！李怀玉被掐得满脸涨红，挣扎着去掰他的手。我没有，他艰难道。你还撒谎！沈静川出离愤怒，恨不得当场把他活活掐死。你回去跟李重才说要跟我和离后，那个老东西就不再上门了。除了你们还会有谁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跟丫鬟说我沈静川没了你李家什么都不是，你迟早要我千百倍的还回来。只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敢背叛我。他冷冷道，我进宫的时候，守军拦下了一个太监，正带着密信要进宫，身上挂着的就是你李家的牌子。哈哈，可惜你们也没想到吧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如今竟让我那个没出息的七弟捡了便宜。李怀玉被逼出了眼泪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会背叛你？我在一边听了个大概。昨晚沈静川造反，本来都攻进了皇宫，也拦下了李家派去告密的人，却没想到七皇子慎亲王也造反了，大军围攻，把沈静川和皇帝一起在皇宫里包了饺子。沈静川辛辛苦苦筹谋数年，却没想到全为别人做了嫁衣。手足来就下了李怀玉，如今案情还没有审理，不能先在天牢里死人。沈静川气得几乎要发疯，却无处发泄。曾经的天之骄子，贵不可言的王爷沦落成了阶下囚。老鼠在他身边窜过，他头发散乱，坐在肮脏的稻草上，眼里一片血红，哪里还有天皇贵胄的样子，满身只剩下狼狈不堪。他坐了许久，慢慢挪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声音里全是萧瑟和疲惫。蓉儿，如今我只有你了。沈静川苦笑道，你跟了我没享过几天福，如今却要被我连累。好在黄泉路上有我陪着你，不会让你太过孤单。我轻笑一声，从他手里抽出手来，在他有些错愕的眼神中柔声道，王爷，你还是自己下地狱去吧，这黄泉路只能你跟李怀玉一起走了。陈姑娘。穿着一袭黄蟒袍的男人走了下来，对着一边的手足点了点头。手足把门打开，我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施施然地走了出来。让你受苦了，是朕来晚了。慎亲王，不该说是当今圣上亲自牵着我的手，笑呵呵道，若是没有你，朕恐怕也坐不上这个位子。陈姑娘，你想要什么尽可说来，朕无一不可。是你。沈静川在愣了片刻后，面容扭曲地冲了上来，试图伸手拽我。他终于反应过来了，状若疯狂道，陈荣，我对你有什么不好？你为什么要如此害我？你知不知道，一旦我成事了，你就是妃子娘娘，我哪里对不住你？你这贱人为何要出卖我？我转过头去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冷冷道，你还记得那个被李怀玉活活打死的丫鬟吗？我走近一步，声音在阴冷封闭的牢房里回荡，沈静川，你看看我的脸和那丫鬟是否相似？看着他茫然的神情，我讥讽地笑了。是了，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丫鬟而已，你怎么会记得她长什么样子呢？我那长姐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，为了让我吃饱，不惜自卖自身进入王府。她有了心上人，马上就要成婚，我们马上就要攒够她的赎身钱了。沈静川眼神一颤，我继续道，可惜你把她随手拉来糟蹋了她，李怀玉这个毒妇又把她活活打死，最后还要污蔑她勾引你。我双手握住木兰，一字一顿道，你们才和该下地狱。李怀玉大吼，不过是个丫鬟，死了也就死了，只能说她命贱。你还敢怨对我们，是你姐姐该死。他哈哈大笑，你们两个只会勾引男人的贱货，通通都该死。只可惜我勾起唇角，现在要去死的人恐怕不是我了。我转头对皇帝拜下，求陛下恩准，将李怀玉冲为军纪3月后活活打死。我瞥了一眼沈静川，他虽然不是直接打死了我姐姐，也是害死我姐姐的间接凶手，只是作为皇子要如何处置，恐怕不由我说了算。不过没关系，皇帝不会留下这样一个狼子野心的人酣睡于卧榻之侧，他会用他的性命来祭奠我姐姐。3个月后，李怀玉行刑的时候，我亲自去盯着。曾经金尊玉贵的大小姐沦为军妓，身上长满了脓疮，柔顺的头发已经枯黄如干草，整个人已经有些疯疯癫癫了。一棍一棍，先是血肉分离，再是血肉横飞。李怀玉一开始还有力气辱骂我，咒我不得好死，后来就没了动静，躺在那里犹如一块烂肉。许久后，我过去探了一下他的鼻息，他死了。原来他这样金贵的命，也没比我姐姐多挨2下，挨了打一样会死。初雪再次降临的时候，我带着包袱出宫去了。皇上赏赐给了我许多庄子金银，我分了一半给陈礼。他仍是没有成婚，每日去我姐姐坟前拜祭。我在姐姐坟前洒下一壶酒，酒液融化了薄薄的雪，我仰头喝了一口，嘶哑道，姐姐，我为你报仇了。李怀玉死后被我扔了喂狗，沈静川也被皇帝一杯毒酒杀了。害死你的人都死了，
你可以安心上路，好好投胎了。以后你打算怎么办？陈理在我临走时问我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几个月后，我在江南的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饭馆，店面不大，我一个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，没时间想以前的事，过得也算安生。江南的春意融融，草长莺飞的时节，有许多孩子在放纸鸢。我笑着倚在窗边，姐姐，如今我过得很好，希望你下辈子也能过得好。你也该去投胎了吧？是个男孩，亦或是个女孩，只希望你能为自己而活，过得比这辈子好。或许在某日，我们还会再次相逢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